高卢雄鸡惨遭非洲黑哥让一追二，谢尔基破门难救主，盖拉杜埃传射建功，红魔曼联大将阿马德破门制胜，法兰西遭遇大翻车。就在今天，国际友谊赛迎来一场焦点对决，法国队迎战非洲劲旅科特迪瓦。当前世界榜首法国队近9场8胜1平，德尚带队练兵，球队以磨合阵容为主，楚阿梅尼坐镇中场掌控节奏，主打高位控球打法。而科特迪瓦战意更足，凯西统领中场，佩佩迪亚洛领衔锋线，擅长快速反击。本场两队相遇，姆巴佩、奥利塞、谢尔基先发，登贝莱替补，会迸发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固定区域，奥利塞漂亮的传球，姆巴佩瞄了一下大门，姆巴佩经典的瞄远打近啊，让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最终还没给角球，是个门球。奥利塞传的太棒，步行球一脚。科特迪瓦刚才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档。拉梅尼在横转，拉比奥进入射程了，来一脚，球打的质量还很高了。今天法国队至少破密集防守这个课题演练是应该能达到一定的得上预期的效果。还是说科特迪瓦在中场给的强度可能没有那么足，到了世界杯的舞台，塞内加尔那3个中场确实要比科特迪瓦这边更硬，更出色一些。阿丁格拉无限到后点，塞克库瓦纳面对拉比奥，哇，这一下挤过来了，再搓起来，这是个机会，头球顶到，但是顶高了。阿丁格拉的头球。今天其实科特迪瓦这个前场就相对身材都比较矮小一点，就上了一个最快的中锋，用的是瓦西，像盖桑啊，像后场的失误到禁区里边，突到大门，哇！这一下麦尼昂做出精彩的扑救，这个后场失误应该得上很生气。阿丁格拉的射门，麦尼昂反应非常快啊，但是这球打的球速本身不够。稍等一步，射门干扰之下没有完全打出来力量。球速再快一点的话，其实麦尼昂也来不及扑这球。切尔西内切右脚低射，又被门将挡出来，还有机会。奥利塞再传门前，又陷到了后点，被后卫队员破坏掉。球还在禁区里，有没有攻防犯规？裁判员没表示。谢尔基扣脚下太棒了，再来！45分钟，谢尔基右脚破门。这球展现出了他出色的左右脚的能力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要用哪个脚去做最后的动作。这种球如果在禁区里打穿了防线，那门将基本是没办法。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球在哪。奥利塞传到后点解围点，看中间这一下有没有犯规。科纳特啊，科纳特有个推人啊，这种 VAR 不知道会不会介入。这个比赛都不一定有 VAR， 有 VAR， 我看了，今天有2个 VAR。因为之前我说克罗地亚这个别的没有 VAR 啊，对，没设置 VAR 是吧？啊，因为友谊赛它确实这个不是每场都有 VAR 的。这比赛我看是按照这个世界杯的标准，配了2个 VAR 裁判。是，好球，这个直传打到了禁区里边，杜埃的大门，1-1。53分钟，科特迪瓦扳平比分，进球的是右边后卫格拉杜埃。这个配合还真的是非常出色啊！等于说，格拉杜埃那时候在靠近中间的位置，然后来一个前插，镜头马上给到这小杜埃啊。对，因为之前新哥打右后卫基本是没这下的。哦呦，这球穿了这个科纳特的裆啊！然后终结单刀这一下非常冷静。好了，漂亮！84分钟，科特迪瓦逆转了比分。这是阿马德跟佩佩2个人有一个边中换位，等于佩佩去边路，阿马德在中间。最后这个包抄打得非常的精彩，解围直接被断。
拿杜埃的前锋，杜埃的助攻，主说盯着慢了半场。因为这个球卢卡斯补位了，去补杜埃，然后拉什福法在盯索尼，那这个球就是主说得盯，阿马德，那就收回来慢了。